人家曾经用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我也应该可以用冰毒打开他们的大门，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个男人叫刘朝华，中国第一毒枭。他制造了31吨的冰毒，而且纯度还达到了99%。他只有中学学历，自学成才，创造了不用麻黄碱也能生产冰毒的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据说世界毒枭古兹曼曾经想找他合作，后来被拒绝了。刘朝华呢，还被称为毒枭界的网红，走火入魔的化学天才。在被通缉的9年逃亡时间里，他总共娶了3个老婆，中过福利彩票1等奖，还因为抓小偷见义勇为上过报纸。刘朝华的智商很高，3次逃脱了警察的围捕。后来被捕的刘朝华依然是非常的嚣张。你想知道什么事情，你列一个清单，清单。或者来讲呢，你做一个提纲来。你如果想了以自费，那没病，我知道。我跟你讲，你根本这个是头脑，我这里，你讲大家好，我是海岩，欢迎来到海岩说案。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下中国第一毒枭刘朝华。1966年12月20日，刘朝华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市赛旗镇苏阳村，上面呢有2个哥哥和2个姐姐。刘朝华12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母亲瘫痪在床，家庭贫困，哥哥姐姐呢就担任起了家里的重担。刘朝华从小就成绩优异，特别对化学感兴趣，曾经在福建省全省中学生化学竞赛当中获得了2等奖，可以说他的化学天赋非常的高。高2的时候呢，由于家庭太过贫困，不得不放弃学业，后来又报名参军入伍。入伍之后呢，刘朝华在福建平潭当了7年的边防战士，在部队中他团结战友，表现良好。后来到福州武警学校学习深造，毕业之后呢，被提拔为正排职，成为了老家唯一被提干的士兵。如果一直留在部队里好好发展的话，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但当时刘朝华不这么想也许是小时候家里的贫困生活让他追求物质金钱的欲望特别的强烈，他要去挣钱，要去挣大钱。于是呢，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1988年1月，刘朝华在代理司长期间贪污公款145.15元人民币，被行政记过处分1次，团内严重警告处分1次。但实际上，这所谓的贪污是刘朝华想提前离开部队精心策划的一个局。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提干的军人在部队里必须服役15年，所以呢，刘朝华就先贪污公款，然后故意露出破绽，使自己有了污点，这样呢，他就可以提前离开部队转业。至此呢，刘朝华的士兵生活结束了，转业到了地方法院，成为了一名法警。刘朝华在福安市人民法院当法警期间，凭借着敏捷的身手以及聪明能干，在法院立过一个3等功，得过优秀工作者的表彰。同事们对他的评价呢是口才好，善于交际，还很能打。几个人按不住的这个魁梧凶犯，他一个人就能制服。在单位领导的眼里，刘朝华是重点培养的骨干人才。但刘朝华不甘心只拿这一份死工资。1991年，刘朝华被法院领导推荐到市里做招商引资的工作。在此期间呢，他认识了很多来自台湾、菲律宾和香港等地的商人，其中有一位台湾的商人叫陈道宗。他非常欣赏刘朝华出身贫寒，却有着一颗做大事的野心，而且呢，人非常的聪明能干。一来二去呢，2个人就熟络了起来。陈道宗知道刘朝华对化学非常的感兴趣，有一天呢，陈道宗就给了刘朝华一个神秘的铁皮盒子，这里面呢装的是100克的麻黄素。他让刘朝华试试能不能合成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并且呢给他推荐了几本相关的化学书籍。在1989年6月的一天，刘朝华在一家小宾馆里，仅凭着看过的几本化学书的知识，仅用了2-3个小时的时间，就成功的合成出了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成功之后呢，他全部都给了陈道宗，并没有从中获利。刘朝华享受的是化学合成的过程，以及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刘朝华作为福安市招商引资的负责人，手中的权力让很多商人趋之若鹜。一些台湾商人为了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更多的优惠政策，自然呢就想方设法的拉拢他。
1992年，刘朝华和一位台湾商人合伙开了一家福建宏发塑料有限公司，表面是收购加工国外的废弃塑料，背地里呢其实是走私汽车、电器等商品。短短2年时间内，刘朝华通过走私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成为了福安市远近闻名的刘老板。刘朝华耗资70多万盖起了3层豪华别墅，而且还买了丰田皇冠 3.0 高档汽车，一下子呢就买了3辆。1994年年底，他干脆彻底辞掉了法院的工作，专心做走私生意。从法院离职之后呢，正当刘朝华想加大走私规模的时候，政府加大了几个沿海地区的走私打击力度。国家呢又出台法律，严格控制国外废弃塑料的进口。这样一来呢，塑料加工厂的生意也急剧下滑，刘朝华的财路彻底断了，合伙走私的台湾商人也彻底和他断了联系。收入的下跌让刘朝华非常的着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其他的发财的路子。恰好这个时候呢，有个人叫陈文印，他打听到刘朝华有一条福建到台湾的走私通道，想借用一下走私毒品到台湾和日本。在交谈当中，刘朝华才知道毒品的利润如此之高。为了能够挣更多的钱，刘朝华决定自己制造冰毒，而所需要的原材料麻黄碱是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没有大量的原料就无法制造出冰毒。于是刘朝华就开始研究如何不使用麻黄碱就能合成冰毒的方法。他查询了大量的书籍，大量的做试验。经过1年的研究呢，竟然真的找到了用其他的化学原料来代替麻黄碱来合成冰毒的方法。新的原材料可以随意购买，并且呢价格更加的低廉，但得到的成品并不完美。就是最后一步的结晶的时候，出来的晶体浑浊，而且颗粒小，品质不高。这卖相不好呢，就卖不了高价。对于这样的结果，刘朝华并不满意。1996年年初，刘朝华打听到西安交通大学的有一位70多岁的赵教授，在研究炸药和药品方面呢很有造诣。刘朝华就带了1公斤的半成品液体上门，谎称是研发减肥药，面带诚恳地向老教授请教如何结晶出漂亮的晶体。赵教授没有多怀疑，出于提携后辈的好心，亲自试验，并指出了刘朝华结晶时的多个错误。刘朝华回去之后，经过1个多月的研究，终于让他掌握了一套高难度的结晶技术，这就让刘朝华以后成为日产1吨的大毒枭成为了可能，同时呢，也让他走向了一条不归路。1996年5月，刘朝华在自己的工厂内生产出了20多公斤的高纯度冰毒，他将11公斤交给了陈文印销往台湾，同时再三叮嘱绝对不能在国内销售。因为刘朝华干过法警，他很清楚在国内进行毒品交易很容易被抓，而且呢，一旦被抓住刑罚非常的重，基本上就是死刑。结果陈文印为了省事呢，直接就卖给了福建长乐市的一个毒贩。1996年8月，在位于福州繁华地段的展览中心旁，2个毒贩正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呢，被警察当场抓获，并且缴获了冰毒5公斤。被抓获的这2个人呢，一个是陈文印，另一个叫张明辉。警方马上对这2个人进行审讯，但是2人拒不交代，因为刘朝华给他说过，如果万一被抓，什么都不要说，他会想办法捞他出来。最终呢，陈文印和张明辉1审时被判处死刑。就在2个人在法庭被审理的时候这个刘朝华就在现场的角落里伪装成观众，静静地观看了整个审理过程，然后呢从容地离开。陈文印1审被判死刑之后知道自己被刘朝华给骗了，为了自保，于是供出了刘朝华。陈文印和张明辉因此被判死缓。刘朝华这个名字呢，第一次出现在了警方面前，警方马上组织警力前往刘朝华的工厂进行抓捕。但刘朝华观看陈文印的审理之后，就知道陈文印肯定会因为自保要供出自己，所以呢，早就已经逃跑了。等警察赶到时，早已经人去楼空。警察搜索工厂和别墅时，发现在别墅的1楼有一个密道，并且呢，通往150米之外的河道。刘朝华在那里时刻停着一艘快艇，整个逃跑过程，刘朝华只需要1分钟，而警方从进入村口到工厂则需要40分钟，而且呢，全程刘朝华都能够看到。当警方搜查工厂的时候呢，刘朝华就已经携带着20万现金逃往了海南。1997年3月，福建省警方发出了对刘朝华的通缉令，
刘朝华的妻子苦等丈夫2年，杳无音讯，心灰意冷之下呢，出家当了尼姑。而刘朝华逃到海南三亚的时候呢，很快和一位湖南女孩结婚，并且怀孕。后来呢，刘朝华打发第2任妻子回湖南生孩子，自己呢则逃往广东普宁。刘朝华逃到普宁之后呢，在酒吧里认识了他的第3个妻子李小青。李小青不顾家人反对，和刘朝华结了婚。因为2个人的婚纱照拍得非常漂亮，被影楼老板当作婚纱样本宣传了1年，期间还做成灯箱广告放在各个路口，但一直呢没有人发现照片上的男人就是一个通缉犯。刘朝华逃亡后呢，痛定思痛，总结了这次被警方抓捕的过程，最后呢得出结论是销售过程出现了问题，怎么就找了陈文义这个猪队友？于是呢，他开始寻找有成熟销售网络的人，于是就找到了陈炳熙。陈炳熙呢，当时几乎控制了整个东南亚的毒品销售，而陈炳熙的货源当时主要是来自缅甸的大毒枭谭小林。刘朝华和陈炳熙搭上线之后呢，刘朝华技术入股，陈炳熙呢则负责提供场地和销售，利润2人对半分，先后呢制造了30多吨。陈炳熙给了刘朝华2600万的现金，还有2个有数亿资金的香港银行卡。但是在制作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由于化学原料的泄漏，毒死了附近鱼塘的鱼。渔民们举报之后为了不被警方发现，刘朝华和陈炳熙将工厂搬到了宁夏银川。刘朝华以富商形象在银川市投资建厂。1998年10月，在宁夏银川市建立了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农药工厂，实际上就是他的新的制毒窝点。在这里呢，制造出了31吨的毒品，通过各种交通工具运往广东普宁。到了广东普宁之后，由陈炳熙销往世界各地。1999年11月4日，陈炳熙在谭小林那里购买了100多公斤的毒品，运往广东，而警方早就盯上了这批货。警方顺利地抓获了陈炳熙的众多手下。在缴获谭小林的这批货的同时，警方还发现了一个仓库，非常的可疑。打开之后呢，在场的警察都震惊了，里面是能铺满整个操场的12吨冰毒，是当时全世界查获冰毒总量的2倍。连在场的老警察都说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冰毒。打开看，全部是冰毒，搬出来在操场上一个操场12吨多。经过审讯呢，这批冰毒正是来自宁夏银川，是刘朝华制作的。经过排查，警方确定了刘朝华的办公地点——广东总统大酒店818房间。警方马上组织了便衣警察前去抓捕。当便衣警察乘坐电梯时，正好刘朝华从外面回来，和便衣警察一起乘坐电梯。刘朝华呢，看着这些人按下了8楼，他就知道这些人是警察，是来抓自己的。于是他镇静地按下了7楼。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呢，走出电梯，马上从消防通道离开了酒店。我一看就是这个警察，我就祈祷就下来了。这个时候，警察已经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所有的可疑车辆都会被仔细的盘查。但是呢，万万没有想到，刘朝华买了一辆自行车，没有做任何的伪装，就这样慢慢悠悠的骑行了3个小时，多次通过警察社的关卡，最终呢逃出了警方的封锁。酒店下来是吧，已经很多警察了，所以我就骑自行车，打一部自行车就慢慢骑，一直骑到天河推上花园。所以在天河拦一部出租车，就到厦门，然后租车逃往厦门。到了厦门之后呢，又改道逃到武夷山，到了第3位老婆李小青的家。广东和福建的警方一直在通缉刘朝华。为了躲避追捕，刘朝华带着500万的现金和3老婆来到了山东青岛。在青岛，他租了10台福利彩票机，卖起了彩票。同时呢，他自己也喜欢买彩票，有时候呢也买一些。结果几个月之后呢，他竟然中了1等奖奖金多达100多万。刘朝华把中奖的奖金捐给了中国海洋大学生物系，用于研究海洋生物药用物质提取的课题。因此呢，他还被这所大学邀请到学校当中，他还给学生们呢讲了几堂课。
这次中彩票呢，也让刘昭华觉得自己的运气正旺啊，正是自己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刘昭华之前找算命先生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木，所以呢，他改名李森清，来到了桂林，因为桂林有3个木子。2000年，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投资商人。他熟知招商引资的这个套路，很快他在广西桂林注册了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1700万元租下了临桂县凤凰林场的3万亩荒地，全部种上了红豆杉树，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红豆杉树林场。不是我的成就感，但是呢，种红豆杉是我的成就感，因为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红豆杉，这个才是我的成就感。更有意思的是，2013年桂林晚报刊登了一名中年男子勇斗3名小偷的新闻，而这名男子呢，正是改名李森清的刘昭华。桂林晚报当时还给他做了一整个版面的排版，李森清李总成为了桂林当地的名人。刘昭华还买下了农村的一个山洞，对外宣传呢，说是在这里要生产保健品洋葱精，实际上呢，这是他精心准备的新的制毒窝点。刘昭华正在计划着准备再次生产毒品的时候呢，之前的合伙人陈炳熙在越南被抓了。陈炳熙供出了关于刘昭华的大量信息。2004年11月，警方对刘昭华发出了 A 级通缉令，并且呢，在电视上轮回播放他的照片，悬赏20万来逮捕刘昭华。公安部今天向全国发布通缉令，公开通缉5名贩毒数量巨大、危害特别严重的在逃毒品犯罪嫌疑人。正当电视播放通缉令的时候呢，刘昭华正和几位商人朋友在一起，有的人还说，你看电视上那个人像不像你？刘昭华说，还真的很像，大家都以为是开玩笑。所以看电视，哎，那个新闻频道啊，怎么有我的通缉令？我还在想，哎，厉害啊！看了那个通缉令嘛，哈，学什么？当然了，两个人聊天聊的，自然而然的就会随便脱口而出，就是说，看那人好像有点像你哦。然后我像不像？不像开玩笑的，哪会像啊？哈！谁也没想到，当地鼎鼎有名的身价过亿的李总，怎么会是 A 级通缉犯呢？而且呢，当时生活的比较好，刘昭华呢比以前要胖了很多。但是刘昭华自己知道啊，自己已经暴露了，要赶快逃离。他没有回家，直接开车开到了火车站，想让警察误以为他已经坐火车逃离。然后呢，他和一个小弟躲在一个雷大站的山洞里，靠吃方便面和火腿肠在这里生活了16天。等警察收捕到这里的时候，刘昭华已经逃离了。刘昭华还在洞口处写下李森清到此一游，在山洞的深处呢，还写下了他的真名刘昭华。这是对警方的挑衅，他成功的激怒了警方。自大的刘昭华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他这次呢逃往了一切开始的地方，老家福建福安。但是呢，这次他失算了，警方监控了刘昭华所有的亲友。2005年，刘昭华的第3个老婆李小青在福安租了一个房子，警方就预判到这是给逃亡的刘昭华准备的，于是对这个出租房做了严密的监控。直到看到刘昭华出现在附近，警方确认了刘昭华的身份之后呢，2005年3月5日，警方组织了代号为啄木的行动。凌晨3点，啄木行动开始，58名特警按计划行动，逮捕了还在睡梦中的刘昭华。逃亡9年的大毒枭刘昭华，在他40岁生日这天落入了法网。刘昭华被抓之后呢，依然镇静嚣张。你是不是刘昭华？肯定是啊，这还用讲？肯定是是。这里没什么东西啊。你知道你做什么？你也知道，我也知道，还可以问呢。你做什么了？做什么你也不要去问了啊！这个自然有人来问。你们想知道什么事情，你列一个清单，清单。或者来讲呢，你做一个体感，你如果想呢，以自费来那没变。从被捕到被审判，刘昭华态度一直嚣张，对于自己的罪行进行了狡辩。你为什么会想生产的毒品给国外的人消费的？这为什么？可能是我们的教育。你教育怎么说？怎么讲呢？人家曾经用鸦片来打开中国大陆，我也应该可以用冰毒打开他们大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2006年6月26日，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昭华进行公开审理。2007年6月2日，刘昭华因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昭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8年，广东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9月15日，44岁的刘昭华被验明正身，执行了注射死刑。还有一个细节啊，注射死刑的时候呢，死刑犯可以自己选一首歌作为离开这个世界的背景音乐，而刘昭华呢选的是动画片《喜羊羊和灰太狼》的主题曲。大家可以猜一猜他为什么选这首歌。刘昭华在警方的眼里呢，他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化学天才；在3个老婆眼里，他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在子女的眼里呢，他是一个只管生不管养的冷血父亲。从童年的贫困生活到一名法院的法警，再从法警到大毒枭，反观他的人生经历，可以肯定的是刘昭华是一个人才，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条黑暗的道路，同时呢，也把自己推入了深渊。他说只把毒品卖到国外，但实际上他制造出的很多毒品都是在国内销售的，无数的家庭因为他而支离破碎，最终刘昭华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毒品这个东西是不能碰的，一旦碰了是没有好下场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收看，别忘点赞，我们下期再见。